离我们最近的那颗恒星，也许人类永远都到不了。今晚就让我们从南方夜空里的那一点光讲起，慢慢看懂一件事：人类为什么可能被永远留在太阳身边。先抬头看看南方的天，那里有一颗很亮的星，肉眼望过去，它只是一个安静的光点，稳稳的，像有人在夜幕上轻轻按下的一枚钉子。可它其实并不是一颗星，它是3颗恒星抱在一起的系统，合起来有个名字叫半人马座阿尔法星。它是离太阳最近的邻居，也是人类抬头时最自然会望向的第一片远岸。这个系统里最亮的那颗叫阿尔法星 A， 长得和我们的太阳很像，它偏黄，质量和个头都跟太阳接近，是一颗地地道道的类太阳恒星。挨着它的阿尔法星 B 稍微小一点，也稍微冷一点，泛着橙色的光。这2颗你绕我，我绕你，转上一圈差不多要80年。如果你正好站在它们附近某个世界的地面上，抬头也许能看见2颗太阳，一颗金黄，一颗是温暖的琥珀色，地上还会落下2组影子。而第3个成员就是比邻星，它是一颗暗淡的红矮星，小得多，也冷得多，肉眼根本瞧不见。它在更远的地方慢慢绕着前面那对恒星打转，距离大约是海王星到太阳的400多倍。可就是这颗不起眼的暗红小星，握着一个谁也抢不走的头衔，它是离太阳最近的恒星。比邻星离我们大概4.25光年，这个数字听着不大，甚至会骗人，好像只是宇宙地图上隔壁小区那么远。可光年不是时间啊，它是距离。光1秒钟能跑30万公里，从太阳到地球，光只要走8分多钟，而从比邻星赶到我们这儿，它得走上4年多。也就是说，今晚你望向它的方向，你看见的并不是此刻的它，而是4年多以前从它那里出发的一缕光。要是把这段距离换算成公里呢，大约是40万亿公里那个量级。40万亿，这个数已经大到脑子里根本拼不出画面了。你可以试着这样想，从广州到北京来回的跑，不是跑100次，也不是跑1万次，而是要跑到这个数字本身都失去生活的意义。宇宙就这样把最近的2个恒星系统之间的缝隙拉成了一个人类几乎摸不到的尺度。更耐人寻味的是，半人马座阿尔法星在夜空里一点都不神秘，它不是那种只有专业望远镜才逮得到的暗点，它是全天第3亮的恒星系统，只排在天狼星和老人星后面。你看，最近的远方，它并没有躲起来，它亮到很多地方的人曾经世世代代都看得见它。可直到现代天文学出现，人类才真正弄明白那束光背后藏着的到底是什么。几千年的仰望里，它一直在那儿。古人给它起名字，把它当成星座的一块，却不知道那一点光的后面正掩着太阳系之外离我们最近的一扇门。而更让人心动的是，这扇门的后面很可能不是空的。2016年，天文学家宣布，在比邻星的周围发现了一颗行星比邻星 B， 它的质量大概和地球在一个量级，算是岩石行星，或者说超级地球的候选。它绕一圈只要11天多一点。最要紧的是，它就落在比邻星的视距带里。可这里得把话说稳一点，所谓视距带，不是说那儿一定有生命，只是说在合适的大气条件下，那颗行星的表面理论上也许能存在液态水。视距带只是温度和距离上的一个初步判断，它不是生命的认证书。地球能在太阳的视距带里活得好好的，是因为它有合适的大气，有海洋，有磁场，还有几十亿年稳定的环境。比邻星 B 就算站在视距带里，也还有一大堆问题要回答。它有没有大气？大气有多厚？有没有水？那颗恒星脾气那么大，会不会早就把它的表面折腾得再也留不住生命了？换句话说，离太阳最近的恒星旁边真的挂着一颗和地球差不多大的世界。这不是神话，不是电影桥段，而是望远镜给出的实实在在的线索。它或许没有海洋，或许没有空气，可它确实在那儿绕着那颗暗红色的恒星一圈又一圈。后来啊，阿尔法星 A 那边也传来了更微妙的消息。2025年前后，
科学家借着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的红外观测，在这颗类太阳恒星附近报告了一个候选的点源，它可能是一颗气态巨行星，大小接近木星，质量或许在土星那个量级，位置就在阿尔法星 A 的视距带附近。但这里必须说清楚，它还不是已经确认的行星。研究者在一次观测里看见了它，可后来再看就没能重新直接看到它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它顺着轨道跑动，暂时躲进了望远镜不容易分辨的角落。当然，也可能最后证明它压根就不是行星，所以现在它只能叫候选天体，还不能说成是坐实的第二个世界。可就算这样，也够让人发怔了。电影《阿凡达》里把潘多拉星就安在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附近，而现实中的望远镜竟真的在这个最近的恒星系统里捕到了可能存在巨行星的线索。科幻还没变成事实，但事实正沿着同一个方向把那片黑暗一点点照亮。于是，一幅图景慢慢浮出来了：两颗像太阳一样的恒星，一颗暗淡的红矮星，至少一颗已经确认的行星。也许还有更多的世界正藏在光芒里悄悄运行，这就是我们目前所知的最像另一个太阳系的地方，它就在宇宙意义上的隔壁，所以人类当然想去。我们当然会忍不住去想，有那么一天，站在另一颗星球的海岸上，看两颗太阳一起从地平线爬起来。可也正是在这里，梦第一次撞上了真正冰冷的现实，因为4光年在宇宙尺度里确实很近，可在人类的尺度里，它几乎远到没法理解。我们已经把探测器送到了太阳系的边缘，也让飞船掠过木星、土星和冥王星。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是人类造过的飞得最远的探测器之一，他们上世纪70年代就出发了，如今已经冲进了星际空间。可如果当年其中一艘旅行者号正好对准了比邻星的方向，按它现在离开太阳的速度算，它大约要飞7万年才能到。7万年是个什么概念呢？人类文明从最早的城市走到今天，也不过几千年而已。7万年前，现代人类还走在漫长的迁徙路上啊！假如那时候真有人发射了一艘旅行者号，到今天它也还远远没有到达。再看看人类造过的最快的机器——帕克太阳探测器。它贴近太阳的时候，速度能冲到大约每小时69万公里，快得让人没法想象。可即便用这个速度直直地飞向最近的恒星，也得走6000多年。6000多年足够让一个又一个王朝兴起崩塌，足够让文字被发明又被改写，足够让整部人类史翻过厚厚的许多页。而且帕克那个高速本身也不是一艘飞船随随便便向外飞就能一直保持的巡航速度，它是在太阳巨大的引力场里反复借着金星飞掠，贴近太阳时才被甩到那么快的。把它直接拿来想象星际航行，其实已经是相当乐观的类比了。真要离开太阳系，飞船还得面对方向控制、能量供应、设备老化，还有深空通信，每一样都会把难题重新变难一遍。这些机器一点都不慢，它们是工程技术的顶点，是人类已经做到的极限之一。可一撞上恒星之间的距离，它们就像几乎停在了原地。我们找到了最近的邻居，甚至已经窥见它周围可能存在的世界，但用我们现有的任何速度都没法在一个人的一生里真正抵达它。这就是第一层让人不安的真相。我们不是站在一片马上就能扬帆的大海边，我们是站在一片黑色海洋的岸上，对岸有灯，灯光甚至能照进我们的眼睛里，可我们手里这条船连最窄的那道水面都划不过去。想在1代人的时间里赶到比邻星，速度得达到光速的相当一部分，不是比火箭快一点点，不是快10倍、快100倍，而是要快到现有航天器的几百倍、几千倍。化学火箭能把人送上月球，能把探测器送进行星深处，可在星际航行这道题面前，它几乎就不是同一种工具了。火箭最痛苦的地方在于，它得把燃料也一起背上。你想飞得更快，就得带更多燃料，燃料更多，飞船就更重，飞船更重，又需要更多燃料。
这个循环像一个越拧越紧的死结。在太阳系里头，我们还能靠轨道设计、靠引力弹弓、靠多年的等待去化解一部分难处。可1到4光年这个尺度，传统火箭那点能量的账本就变得极其难看了。也正因为这样，人类曾经提过一个看起来最接近现实的大胆方案——突破射星计划。他在2016年宣布，由尤里·米尔纳这些人支持，史蒂芬·霍金也曾经出面公开推动。他的核心思路很激进，不要造一艘巨大的飞船，也别让飞船自己背着燃料跑完这4光年，而是把探测器做得极小，小到设想里可能只有几克重，像一枚微小的芯片，后面连着一张薄薄的反光极强的光帆。然后呢，在地球上建起一座巨大的激光阵列，在很短的时间里，把总功率高达约1000亿瓦的激光狠狠打到光帆上，用光本身的压力把这枚小探测器推到光速的20%左右。要真能做到啊，它飞到半人马座阿尔法星，只要大约20年，对星际航行来说，短的几乎像个奇迹。这个计划还设想一口气发射许许多多枚微型探测器，让它们像一群闪光的小帆，掠过太阳系的边缘，冲向最近的那颗恒星。这个思路最漂亮的地方在于，它把最重的发动机和燃料全留在了地球，探测器自己不带燃料，只带传感器、芯片、通讯系统和那张光帆。它就像一片被光推走的叶子，被地球方向射来的激光一路猛推着往前跑。可是啊，越是漂亮的方案，越容易露出现实的残酷。只要光帆材料、激光相位控制、散热、姿态稳定、微型电子的抗辐射，这里头随便哪一环不够可靠，整套构想就会从奇迹变回难题。那一刻，人类第一次觉得，最近的星星好像不再只是一句诗，而是能写进工程蓝图里的真实的目标了。可后来呢，这份希望也慢慢暗了下去。到2025年前后，外界对这个项目进展的追踪已经变得很谨慎，有报道把它形容成安静的停摆，或者说走向了沉寂。没有一次爆炸，没有一场公开的失败，只是那些最核心的问题迟迟没能被解开。因为这个计划的每一个环节都紧贴着物理和工程的边缘，激光阵列必须极其强大，强到接近一座大型电站的输出规模。它还得用难以置信的精度去瞄准一张正在高速远离的小帆，光帆自己必须几乎完美的反射。要是它吸收了太多激光，那束本来推着它走的光就会反过来把它烧成一缕蒸汽，而这还只是出发那一步呢。小探测器被加速到光速的1/5之后，几乎就没有纠错的余地了。一个细微的角度偏差，经过4光年的放大，就可能让它彻底错过目标。它得在被激光轰击的那几分钟里死死稳住姿态，又得在往后20年里靠那么点小小的设备硬撑着活下来。对我们熟悉的航天器来说，这已经不是缩小版的任务了，这是另一套生存规则。更要命的是，哪怕它真的加速成功了，它也很难减速。小探测器能被推到光速的1/5，可一到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附近，它没有足够的燃料刹车，它不会停下来，也不会优雅地绕着某颗行星转圈，它会以极高的速度直直地冲过整个恒星系统，在短短几个小时里匆匆忙忙地拍照测量，然后继续飞向更深的黑暗。20年的旅程换来几个小时的擦肩而过，听着挺浪漫，可也真够残酷的。对一台小机器来说，这也许还能接受，可对真正想停下来、想细看、想登陆的人类来说，这远远不够啊！想停下来，你就得花掉和加速几乎一样巨大的能量，等于说，一趟旅程得为出发和刹车各准备一次奇迹。很多人想象星际旅行时，会下意识地觉得飞船到了那儿就能像汽车进站一样停下，可太空里没有空气阻力，没有刹车片，也没有一条铺好的跑道，你带着多大的速度冲过去，就得想办法把多大的速度消掉。速度越接近光速，减速就越像一堵同样高的墙，安安静静地立在你终点的前面。就算速度这道坎迈过去了，真正的星际空间也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完美的真空，那里很空，
可它不是绝对的空。恒星与恒星之间飘着稀薄的气体、细小的尘埃，还有孤零零的原子。平时它们温和的几乎可以忽略，可当飞船以接近光速的一部分往前冲时，一粒微小的尘埃都会变成武器。碰撞的能量会随着速度的平方往上窜，速度越高，哪怕一粒你根本看不见的尘埃，也可能像子弹一样一下击穿探测器。对微型探测器来说，这就意味着很多探测器可能还在半路上就被打坏、撕裂、烧蚀掉了。计划里之所以要发一群探测器，而不是只发一枚，本身就默认了一件事：路上会有损失，甚至会有大量的损失。这就是星际空间最反直觉的地方，它空到几乎什么都没有，却仍然不够空。我们平时说太空是真空，会以为那儿安静得像一间彻底清空的屋子，可在接近光速的飞行里，几颗尘埃、几团稀薄的气体、一些本来可以忽略的粒子，都可能变成长期的风险。速度越快，宇宙就越不像一间空屋子，越像一条布满暗礁的黑河。你也许会想，那就给它加厚装甲呗。可装甲越厚，重量就越大，重量越大，就需要更强的激光，更多的能量。你每多护一分，都是对整个系统的一次惩罚。星际航行的残酷就在这儿，你想保护自己，可保护本身也会把你拖慢。要是换成载人飞船，问题就更沉重了。它不光要挨尘埃的撞击，还得扛宇宙射线。一离开地球磁场的保护，高能粒子就会从四面八方穿过飞船的外壳，穿过人的身体，损伤细胞，打断 DNA， 把患病的风险一点点抬高。几十年的航行里，这不是一次性的危险，而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消耗。我们住在地球上，很容易忘了自己一直活在一层保护里。大气替我们挡住了许多高能粒子，磁场把太阳风和宇宙射线引开了一大部分。可一旦离开这层保护，人类的身体其实并不适合长期泡在深空环境里。你可以把飞船造得更厚、更安全，可越厚就越重，越重就越难加速。难题呀，又绕回到最开始那道能量的墙上了。除了这些，还得跟时间较劲。一次粗略的星际航行可能要持续几十年，甚至更久。上船的人会在船上慢慢变老，有人会生病，有人可能等不到抵达的那一天。一艘真正飞向最近恒星的载人飞船，从设计的第一天起就得准备好怎么去面对死亡。它不只是一件交通工具，它也可能成为一座会移动的坟墓。更可怕的是，一旦中途出了事，几乎不会有任何救援。飞船飘在太阳和最近恒星之间那片黑暗的海里，要是生命维持系统坏了，地球根本不可能派另一艘飞船及时赶到，返航也没有意义，因为掉头需要同样漫长的时间，它只能继续往前滑，慢慢变成一只封闭的、沉默的金属壳。在地球上，我们习惯了出事可以呼救，海上有救援，空中有备降，山里有搜救队。可星际飞船一旦进了深空的中段，就几乎没有现实意义上的救援了。它和地球之间不是隔着几百公里，也不是隔着一片海，而是隔着以光年计的时间和距离。那种孤立，不只是心理上的孤独，它是物理意义上的无缘危险，还不是全部。更安静、更难熬的是孤独。刚离开地球时，消息一来一回还算近，可飞船越飞越远，通信的延迟就越长。等它靠近半人马座，阿尔法星一条信号传回地球要走4年多。你问地球一个问题，再等答案回来，前前后后可能超过8年。到那时候，通信已经不是对话了，更像是隔着时间在写信。你说出去的每一句话都得交给未来，你收到的每一条消息都来自过去。地球上的新闻传到你耳边时，早就是许多年前的旧事了。你认识的人在老去，时代在变，语言、技术、社会都在你身后拼命向前跑，而你被困在出发那一年的影子里。如果真有一批人坐上了这样的飞船，他们抵达的时候，也许就像从一个消失的年代里走出来的人。他们带着旧地球的知识、旧地球的口音、旧地球的记忆，
来到另一颗恒星的旁边，可当年送他们出发的人大概率早已不在了，为他们造飞船的那个时代也可能早已面目全非。这让星际航行不再只是一件工程的事，它也变成了一件文明的事。一个任务可能由这一代人设计，由下一代人维护，再由下下一代人去等一个结果。对飞船上的人来说，地球会慢慢变成一个越来越远的母港；对地球上的人来说，飞船会慢慢变成一封寄往未来的信。双方明明都在同一个宇宙里，却再也不生活在同一个时间的节奏里了。还有一个更古怪的难题，叫持续淘汰。假如你今天发射了一艘飞船，速度已经是当下最先进的了，可20-30年后，地球的技术还在往前走，说不定就造出了更快的新飞船。新飞船晚出发，却可能在半路上超过你这艘旧船，甚至比它更早抵达目的地。这就让第一次远航变得极其尴尬。你太早出发，可能被后来者轻轻松松地追过；你一直等更好的技术，又可能永远地等下去，因为地平线的后面总还会有下一代技术。最近的恒星仿佛在同时惩罚我们的急躁，也惩罚我们的耐心。所以真正的穿越绝不是飞过去那么一句话就完事儿的，它需要我们达到现在还稳不住的速度，它要穿过一片布满隐形尘埃子弹的空间，它要长期泡在辐射里，它让通信变成跨越多年的回声，而且它头上还始终罩着一个问题：你付出的这一切会不会从一开始就注定要被后来者取代？可是假如真有人做到了呢？假如不管是用机器还是用某种远未来的人类飞船，它最终穿过了4光年的黑暗，抵达了那个最近的恒星系统，那一刻它首先要面对的不是胜利，而是一个问题：对岸到底有什么？我们长期把希望压在比邻星币身上，它和地球大小接近，又待在视距带里。想象一下啊，脚下是一颗真实的岩石行星，头顶挂着一颗暗红色的太阳，这是人类一个很古老的梦，在另一颗恒星的光下，第一次踩上另一个世界。可是，像地球大小，并不等于像地球那样能生活。金星和地球的大小也接近，却是一个高温高压的地狱。火星也曾让人幻想过河流和海洋，如今的表面却寒冷又干燥。一颗行星到底适不适合生命，不能只看半径和质量，还得看大气怎么演化，看恒星的活动，内部的地质、磁场、挥发物留没留住，还得看几十亿年的时间里，它有没有走上那条正确的路。越靠近这个梦，画面反而越冷。比邻星 B 离自己的恒星非常近，近到1年只有大约11个地球日，它到恒星的距离差不多只是地球到太阳的1/20。这么近的行星很可能被潮汐锁定，一面永远朝着恒星，另一面永远背着恒星。如果它真被锁住了，那上面也许就没有我们熟悉的日出日落了。朝着恒星的那一面，天上那颗红太阳几乎钉在原地，永远挂在同一个位置；背着恒星的那一面则沉进漫长的没有尽头的黑夜。中间呢，也许有一圈永恒的黄昏地带，温度没有那么极端，可能是生命最有机会停留的地方。你可以想象，那条黄昏带，它不像地球上的傍晚会慢慢暗下去，它也等不来清晨，它可能永远保持着一种灰红色的光。天空一边亮一边暗风，从热的半球吹向冷的半球，再在全球的尺度上兜着圈子。如果那儿有大气，气候就会被这种永恒的昼夜差异重新捏一遍；如果没有大气，那冷热两端只会更加极端。这听着像一种奇异的美，可它不是地球啊，它不是那个清早推开窗就能看见太阳升起的世界，也不是有白天黑夜交替、有4季节律的家园。它更像一颗被迫保持着姿势的星球，一边被光照着，一边被黑暗压着，所有的可能性都被挤进中间那一圈窄窄的边界里。而比邻星本身也不是太阳那样相对安稳的恒星，它是一颗耀斑星，会突然爆发出强烈的辐射和粒子风暴。对一颗离它那么近的行星来说，每一次耀斑都可能是一场沉默的袭击。你看不见风暴从哪儿来，却可能被高能粒子扫过整片天空。有研究模型指出，
比邻星 B 承受的恒星风压力可能比地球周围的太阳风强上2000倍还不止。长此以往，这样的环境可能一点点剥掉它的大气，侵蚀它的表面，把原本或许存在的空气一缕一缕地吹散进太空里。它也可能把表面环境搅得极端到不适合我们熟悉的生命。红矮星还有一个让人不安的特点，它们的寿命很长，能烧上几百亿年甚至更久，看起来好像给生命留足了漫长的时间。可许多红矮星在年轻或者活跃的阶段又会频繁地喷发耀斑，时间给的很多，环境却不一定温柔。比邻星 B 的命运也许就卡在这种矛盾里，距离足够近，温度可能合适，可也正因为足够近，它就得直接扛下这颗恒星脾气里最猛的那些冲击。但最关键的是，我们还不知道答案，我们还不能确定比邻星 B 到底有没有保住大气，也不能确定它有没有水，更没法说那里有生命。它可能是一颗还带着空气的岩石世界，也可能早就成了一块被辐射反复冲刷过的荒凉的石头。它是希望，也是一个大大的问号。那阿尔法星 A 附近那个候选的巨行星呢？看上去它绕着一颗更像太阳的恒星，似乎要温柔一些。可问题是，如果它真的存在，它也大概率是一颗气态巨行星。它没有可以站立的固体表面，没有大陆，没有海岸，没有一块能让飞船落下来的地面。你不能把它当成另一个地球，只能把它当成一个巨大的气体世界。当然了，气态巨行星也可能有卫星，科幻作品就喜欢把生命安在巨行星的卫星上，因为那里既能拿到恒星的能量，也可能有潮汐加热又复杂的环境。可到目前为止，阿尔法星 A 的这个候选天体，它自己都还没被确认呢，更别说它有没有卫星，卫星有多大，稳不稳定，能不能留住大气了。任何更具体的生命想象都只能停在谨慎的可能性里，更何况它至今仍然只是个候选，它可能真的在那儿，也可能只是数据里短暂闪过的一道影子。我们不能把一次可能的观测讲成一个已经确定的新家园。科学最迷人的地方，恰恰就在于它愿意承认自己不知道。于是，最冷的那个结论慢慢浮出了水面。离我们最近的恒星系统确实不是空的，那里可能有岩石行星，也可能有巨行星。它是整个宇宙里最容易让人类动心的一个远方，可它又远到我们几乎抵达不了。就算真的抵达了，也未必有一个真正适合我们停靠的家。我们习惯把夜空想象成一张目的地清单，那些星星像一个个未来的港口，等着我们的后代去拜访。可半人马座阿尔法星正轻轻地告诉我们，如果连最近的恒星都这么难，那它背后的每一颗星只会更远、更孤独、更难触及。夜空不是一张等着我们轻松穿越的地图，它更像一座座被黑暗海洋隔开的孤岛。我们住在其中一座温暖的小岛上，抬头能看见别的岛上有灯，却不一定能造出真正驶过去的船。这也是为什么地球突然显得更珍贵了。不是因为宇宙里一定没有别的家，而是因为就算真有那段距离，也可能让它在现实里几乎等同于不存在。我们常说要去寻找第二个地球，可最近的那些候选世界都这么遥远，这么不确定。那么脚下这颗真正有空气、有水、有磁场、有生命的星球，就不是什么临时的住处了，它是目前唯一确定的家。这并不是说星际航行违反了自然法则，自然法则里没有写下禁止人类抵达比邻星，它只是把代价写得极高，速度、能量、材料、导航、防护、通信、减速、时间，每一样都像一扇沉重的门，门没有上锁，但重得几乎推不动。也许未来会有新的推进技术，也许会有更大的望远镜，也许我们会先靠观测，而不是靠抵达，去弄清那些行星到底是什么。新的地面望远镜、空间望远镜正在建造，正在发射。人类也许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能知道比邻星 B 还有没有大气，也可能确认阿尔法星 A 附近那个候选信号究竟是不是一颗行星。在真正飞过去之前，望远镜
就是我们的眼睛，它们不需要跨越4光年，只要接住那束4年前出发的光，就能一点一点拆开远方的秘密。未来的观测也许能看见行星大气里的分子痕迹，也许能排除掉某些幻想，也许会给我们一个全新的惊喜。人类暂时走不过去，可我们已经开始隔着黑暗去读那里的光了。所以这个故事并不是绝望，它更像一次清醒。我们不是站在故事的终点，我们是站在故事的开头。最近的恒星并没有逃走，在未来的几万年里，半人马座阿尔法星还会慢慢向太阳靠近一些，然后才再次远去。它会一直在那儿，像黑暗水面另一边的一点灯。现在，当你听到这里，那一点光仍然亮在南方的天空，肉眼望过去，它像一颗安静的心，容易被错过，也容易被当成普通夜色的一部分。可你已经知道了，它不是一颗星，它是3颗恒星绑在一起。它旁边至少有一个世界，也许还有更多的世界正在光芒里慢慢的转。它是我们最近的邻居，近到光只要4年多就能赶到，可有远到人类最好的机器也得用几千年、几万年去追它。它提醒着我们，宇宙不是因为美丽才温柔，宇宙可以很美，同时也可以冷得惊人。可知道了这一切之后，人类还是会抬头，我们还是会想象，还是会计算，还是会把望远镜对准那一点光。因为成为人类的一部分，就是站在一片黑暗而辽阔的海边，看见远处有火光，然后在心里很轻很轻地说一句，也许有一天，也许用某种我们现在还想不到的办法，我们想过去看看。